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，真正的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从小到大听过无数关于天堂的传说，大多是云雾缭绕、仙乐飘飘、无忧无虑，但这些描述都太过笼统，像是人们凭空想象的美好幻境，没有半点真实的细节。但在浩瀚的佛经记载里，有一处真实存在、体系完整、细节饱满的天界，它既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，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，而是欲界诸天中最特殊、最让人向往的圣地——兜率天。很多人都听过兜率天的名字，知道未来佛弥勒菩萨常住于此，却极少有人清楚这里的天人究竟是如何生活的。他们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住在哪里，有没有喜怒哀乐，会不会生病衰老，和我们人间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天壤之别？今天我们就依据佛说、弥勒上生经等正统佛经，完完整整、细细致致地带你走进兜率天的世界，揭开这座顶级天堂的真实面纱。看完你会发现，佛经中记载的兜率天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清净、更庄严、更高级，也更治愈人心。首先，我们先要打破大家对天堂的一个固有误区。很多人以为所有天堂都是彻底清净、断绝情欲，只有修行没有生活的净土。但兜率天不一样，它隶属于欲界6天的第4层，依旧属于欲界范畴，有细微的五欲享乐，却又比下层诸天清净太多，是一个知足而不贪、享乐而不迷的特殊境界。欲界6天从低到高依次是4天王天、典礼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下层3天的天人始终深陷欲望的纠缠之中，福报越大，反而越容易放纵贪心，滋生傲慢，享乐无度，沉迷沉沦，福报耗尽便即刻堕落，轮回流转毫无定数。而兜率天刚好是欲界诸天的一道分水岭，往上的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欲望更为细腻，享乐更为极致，却也更容易让人沉迷幻境，懈怠修行。往下的3层诸天烦恼粗重，争斗频繁，执念深重，唯独兜率天守住了欲界最恰到好处的状态，有福报可享，却不沉迷福报；有欲望留存，却不被欲望束缚。这也是它能成为修行圣地的核心原因。兜率这2个字本身就是梵文音译，它的本意是知足欢喜，这也是兜率天所有天人最核心的生命状态。下层诸天的天人大多沉迷五欲，追逐享乐，贪念不止，争斗不息。而兜率天的天人与生俱来就懂得知足常乐，拥有恰到好处的福报，不会匮乏，也不会奢靡，内心常住欢喜安宁。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诸天最珍贵的特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知足这2个字正是世间最高级的福报。人间众生痛苦，皆因不知足；下层诸天堕落，皆因贪享乐。而兜率天人从根源上避开了这2大轮回，苦因天生自带清净本心，常住欢喜自在的境界。最颠覆我们认知的是兜率天的时间流速，这里的时空规则和我们人间完全是2个维度。我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，匆匆百年，弹指即过。但在兜率天的时空体系里，人间的沧海桑田，朝代更迭，生老病死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刻光阴。佛经明确记载，人间400年仅仅是兜率天的一昼夜。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差距。我们人间一代人的一生，不过短短100年，2代人的轮回更迭，才堪堪抵得上兜率天的1天1夜。我们人间经历春夏秋冬4季轮回，百年生灭，数次王朝兴衰，战火纷飞，山河变迁，生离死别，在兜率天的天人眼中，不过是朝暮之间的短暂烟火。而兜率天天人的寿命更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此处天人的寿命足足有4000岁，这里的岁是兜率天自己的年岁，并非人间年岁。我们简单换算一下，
兜率天1年360天，每一天对应人间400年4000天，年折算下来，兜率天天人的一生足足相当于人间5亿7600万年。5亿7600万年，这是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感知的漫长时光。人间从远古蛮荒到现代文明，数次物种灭绝，山川移位，海陆变迁，无数文明兴起又消亡，在兜率天天人的一生里，不过是悠闲度日的一小段时光。更殊胜的是，佛经记载，三界有大三灾、小三灾，下层诸天乃至人间地狱，皆无法逃脱灾劫轮转，唯独兜率天远离三灾侵害，火灾、水灾、风灾都无法波及此处。在天人漫长的寿命里，不会遭遇天地灾劫，不会经历山河崩塌，不会遇见乱世纷争，安稳常住清净福田，岁岁安然，时时自在。但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羡慕，兜率天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漫长的寿命，也不是极致的安乐，而是它独一无二的空间格局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兜率天并非单一的天界，它清晰分为外院和内院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一俗一圣，一乐一修，天差地别。这也是它和其他所有天堂最核心的区别。兜率天外院是普通福报，天人居住的地方是纯粹的福报，享乐之地，承载的是众生善业所得的清净福报。而兜率内院是弥勒菩萨的专属净土，是一生补处菩萨的修行道场，也是十方修行者向往的殊胜修行圣地，承载的是觉悟解脱、度化众生的菩提大愿。一外一内，一凡一圣，构成了兜率天独一无二的完整世界。我们先带大家走进兜率外院，细细拆解普通天人的日常起居、衣食住行，沉浸式感受一下顶级欲界天堂最真实、最细腻的生活图景。首先是天人的身形样貌，这也是最直观、最震撼的一点。佛经记载，兜率天人身高2里，身形端严圆满，比例匀称，身姿挺拔端正，没有一丝残缺瑕疵，超乎我们人间所有的俊美伟岸。我们人间最高的巨人不过寥寥2米有余，在身形巍峨的兜率天人面前，如同蝼蚁尘埃一般渺小卑微，完全无法比拟。他们的身体自带无量清净光明，不需要日月星辰照耀，自身便能通透发光，内外明澈，肌肤细腻光洁，温润如玉，轻薄无尘，永远洁净无垢，不会沾染丝毫尘埃污秽，不会有粗糙暗沉皱纹瑕疵。从头顶到足底，身相圆满，庄严自带清净气场，让人见之心生欢喜，不由自主，心生恭敬。更神奇的是，他们的衣着装扮完全颠覆我们人间的穿衣认知。兜率天人的衣物轻薄到极致，重量仅有2铢，换算成我们现在的计量单位不足1克。轻盈如云，通透似光，穿在身上毫无负重感，无束缚感，微风拂过，衣袂随风微动，流光溢彩，光影流转，自带万千庄严。这些天衣无需裁剪缝纫，无需清洗打理，无需更换更替，是福报自然化生的妙宝衣物。衣物自带无量微妙妙香，无需人工熏染，无需香料点缀，自然芬芳悠远，香气清淡绵长，不浓不烈，不艳不俗，沁人心脾，久久不散。身处天人周遭，便能被清净香气包裹，抚平心绪，安定心神。而且天人的样貌永远停留在最完美的青春鼎盛状态，无衰老，无褶皱，无憔悴，无枯朽。从化生出世到命中牵世身形，容貌始终端庄俊美，神采奕奕，精气充盈，不会经历我们人间的少年懵懂、青年躁动、中年沧桑、老年衰败，终生常驻圆满色相，常驻清净活力。除此之外，兜率天人的体态永远匀称舒展，不会过胖过瘦，不会疲惫佝偻，不会病态憔悴。每一个身形，每一个神态，每一个举止，都自带从容、温柔、安然的气质。这是深厚善业积攒而来的福报相，是人间万般修饰都无法复刻的庄严。
说完身形样貌，再看他们的居住环境，更是极尽庄严殊胜，无可比拟。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清净福报的圆满。佛经中细致描述，兜率天外院有数百万亿座天宫宝殿，错落排布，井然有序，覆盖整片天界虚空。所有建筑都不是我们人间的土木砖瓦、钢筋水泥结构，会腐朽，会破损，会陈旧，会坍塌。兜率天宫全部由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七宝自然合成，天然成型，无需雕琢，永恒完好，光洁如新。整片天界地面平整如镜，光洁透亮，没有丝毫崎岖坎坷，没有碎石杂草，没有泥泞污浊，大地柔软温润，踩上去绵柔舒缓，如同踏在顶级宝毯之上，步步安稳，步步轻柔。大地自身散发柔和光明，昼夜通明，无需灯火映照，处处清亮澄澈。整片天界没有荒漠，没有泥泞，没有脏乱，没有喧嚣，没有浊气，处处是奇花异草，宝树成形，芳草遍地。每一棵宝树都通体放光，枝干通透，花叶玲珑，树叶交错之间，自然流出清雅，梵音旋律悠扬婉转，节奏舒缓平和，曲调清静治愈。这不是人为弹奏的乐曲，而是天地宝气自然共鸣的天籁之音，天然纯净，旷古悠远。微风吹过，宝树轻轻摇曳，漫天缤纷，宝花簌簌飘落，花瓣光洁剔透，色彩温润，香气清雅，漫天飞舞，笼罩虚空。宝花落地即溶，不留尘埃，不留残屑，不会堆积杂乱，满目皆是清净庄严，雅致祥和。风吹树动，花落虚空，阴起林间40无更替，八风皆温柔，常年皆是清净。胜景天界的流水也极尽殊胜，处处遍布七宝玉池，清流溪涧，水系纵横，环绕天宫池水清澈通透，见底无尘，甘甜温润，入口清冽，具足佛经所说的8种功德：清净、清冷、甘美、清软、润泽、安和除病增益善根。池水常年恒温，不冷不热，适宜身心流水，叮咚作响，悦耳动听，生生治愈，静心安神。池中生满各色稀有宝莲，莲花硕大圆满，光彩夺目，形态端庄，每一朵莲花都散发着柔和光明，照亮周遭虚空与池水。天人闲暇之时，便可入池沐浴，涤荡身心，洗去细微烦恼，褪去心神浮躁，让身心愈发清净、轻盈、澄澈、安宁。很多人最好奇的，肯定是兜率天人的衣食住行、日常享乐。毕竟它属于欲界天堂，留存有细微的五欲之乐。但这种快乐和我们人间粗糙、浮躁、执着的欲望享乐，有着本质的天壤之别。先说说饮食，这是众生生存最基础的需求，也是最能体现繁盛差距的地方。我们人间吃饭需要五谷杂粮、荤素菜肴、汤水辅食，一日三餐，日日不休，只为饱腹充饥，维持肉身存续。吃多会饱胀难受，吃少会饥饿难耐，食材有残渣污秽进食，有劳作疲惫，还要承受饮食不节带来的病痛隐患。脾胃损伤人间的饮食，带着浓重的烟火浊气，欲望执念，是维系凡夫肉身的基础，也是烦恼滋生的源头之一。但兜率天人完全不需要如此繁琐污浊的进食方式，他们肉身清净，业力纯净，无粗重习气，无需粗食杂粮滋养色身。兜率天人日常以禅悦法喜、微妙天香清净精气为食，每当身心需要滋养，精气需要补足时，虚空之中自然氤氲升腾出无量微妙天香清净法，味精气。无味却能滋养身心，充盈道力。天人只需闭目安然吸纳，静心体悟，身心即刻饱满充盈，精力充沛，心神澄澈，道心稳固。他们没有饥饿之苦，没有饱腹之障，没有饮食残渣，无需耕耘劳作，无需烹饪蒸煮，无需奔波觅食，更不会因为饮食滋生病痛、烦恼、贪执。人间饮食是为了存活，兜率天人的滋养是为了清净，为了安乐，为了精进。他们的快乐从来不是口腹之欲的低俗满足，
而是身心通透、心神安宁的高级滋养，轻盈、干净、纯粹，没有半点烟火浊气。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情欲生活，这也是兜率天最特殊、最清净、最让人敬畏的一点，也是最容易被世人误解的一点。很多人误以为天界的情欲都是放纵奢靡、沉迷缠绵、执着沉沦，但佛经明确记载，兜率天是整个欲界诸天中情欲最清淡、最清净、最无执着的一层。下层诸天的天人情欲旺盛，贪着深重，男女纠缠不休，执着色相，沉迷欢愉，难以自拔，和人间众生的情爱执念别无二致，甚至更为奢靡放纵，沉沦难醒。但兜率天人的情欲已经淡化到近乎清净的境界，是欲界中最接近清净涅槃的欲望状态。这里没有男女交合，没有亲密纠缠，没有贪念执着，没有情爱痴缠，没有占有欲望。天人之间若心生欢喜，情意相投，惺惺相惜，只需彼此轻轻执手，相视安然，无需多余动作，无需过度亲近，仅此一念欢喜，一次执手，情欲之念即刻圆满化解，心中所有的燥热贪念、躁动妄念瞬间平息消散，身心归于极致的清凉安稳、澄澈自在，欲望得以温和疏导，自然化解，而非压抑、克制、放纵、沉沦。仅仅一个执手的温柔，便能消解所有情欲烦恼。没有沉迷，没有放纵，没有纠缠，没有执念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悔恨。这种极致清淡、知足有度、随缘自在的欲望状态，正是兜率知足欢喜的核心体现。他们拥有极致美好的色相，极致圆满的福报，极致温柔的境遇，却能守住本心，不贪不执，知足常乐，随缘自在。这也是兜率天人最大的修行功德，最殊胜的善业显现。身处欲望之中，却不被欲望捆绑，拥有五欲之乐，却能自在掌控本心，这才是最高级的修行。除此之外，兜率天的所有娱乐享乐，也全部是清净无染的福报，没有喧嚣浮躁，没有沉迷堕落，没有虚妄浮华，处处皆是静心安心养心的清净境界。天界有无量清净天女，身姿曼妙，容貌殊胜，仪态端庄，心性柔和，无骄慢，无嫉妒，无贪嗔。她们日日在虚空之中曼妙飞舞，随缘撒布缤纷天花，自然演奏清净梵乐，供养诸天庄严道场，安定人心。他们的歌舞清雅柔和，端庄庄严，清净悠远，没有世俗的魅惑妖娆，没有刻意的取悦逢迎，只有清净的欢喜，祥和的气场，庄严的意境。虚空之中时常自然奏响，天籁梵音，旋律舒缓悠远，清净治愈，声声入心，缓缓低沉。听闻此法音之人，心中所有的焦虑、烦躁、疲惫、嗔恨、嫉妒、浮躁、内耗都会瞬间消散，尽数消融，心神即刻安稳、清净明朗。兜率天人的日常，便是朝观宝树流光，暮赏漫天天花，静闻天籁梵音，闲沐清风月华，悠然浴于七宝灵池，日日自在逍遥，时时安然度日。没有工作压力，没有生活琐碎，没有人情纷争，没有利益纠葛，没有病痛折磨，没有衰老恐惧，没有离别之苦，没有得失之患。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心生羡慕，甚至心生向往。这样的生活不就是世人追求的终极幸福吗？无忧无虑，长寿安乐，清净美好，自在圆满，没有半点烦恼痛苦。但佛经给了我们最清醒、最客观的答案：兜率外院的美好依旧不究竟、不圆满，它依旧是福报的产物，依旧困在三界轮回之中。兜率外院的天人虽然寿命漫长，享乐清净，境遇圆满，但他们依旧没有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破除无明执着，没有证得究竟解脱。往昔善业福报用尽的那一刻，依旧会福报衰败，天寿终结，堕入下界，重新流转生死，承受轮回，苦难经历生灭。无常漫长的安乐，终究是暂时的幻境，极致的美好终究是无常的显现。福报有穷尽，安乐有终时。
若无修行功德加持，再好的天堂，福报也终会消散殆尽。这也是兜率天最清醒、最深刻的真相，时刻警醒世人：福报享乐不可贪，唯有修行是真归。而真正让兜率天成为千古圣地，无数高僧大德、修行人毕生发愿、一心向往的归宿，从来不是外院的福报享乐、短暂安乐，而是那一片超凡脱俗、超越三界束缚、不再轮回凡境的兜率内院。如果说外院是凡人穷尽一生追求的极致天堂福报，是善业对应的圆满果报，那内院就是娑婆世界最殊胜、最安稳、最究竟的修行净土，是智者修行觉悟、度化众生的终极道场兜率。内院是未来弥勒尊佛的常住，道场是十方一生补处菩萨的修行驻地，也是所有发愿往生净土、精进修行、求度解脱的修行人最安稳、最殊胜的归宿。这里看似坐落于欲界第4天的虚空之中，形式上隶属于欲界体系，实则早已超越了欲界的欲望束缚，跳出了轮回的无常桎梏，是一处独立、清净、圆满、恒常的真实净土。内院的一切境界、庄严、清净功德都远超外院，是外院福报完全无法比拟的。佛经记载，内院有500万亿由旬的大宝宫殿，层层叠叠，恢宏无边，庄严无尽，广博无际。整座宫殿群由最纯净、最殊胜的七宝岩饰而成，内外光明普照，昼夜通明，无需日月照耀，无需灯火辅助，恒久清净光明，永恒庄严不朽。这里没有外院天人的细微情欲享乐，没有悠闲度日的福报沉溺，没有无意义的安逸消磨，没有懈怠散漫的虚度光阴。兜率内院的一切景致、一切氛围、一切因缘，全部围绕修行、听法、觉悟、慈悲度生展开，纯粹清净、庄严圆满。弥勒菩萨恒常安住于此，昼夜60不间断，宣讲不退，转法轮，大成无上妙法，世间出世间真实智慧。无论是常住内院的大菩萨，十方来此修行的圣贤，还是念佛发愿诚心往生此处的普通修行人，每日最核心、最主要的生活，就是听闻正法，体悟真理，精进修行，涵养慈悲，增长智慧，圆满菩提。在这片净土之中，没有懈怠懒惰，没有迷茫困惑，没有堕落退转，没有烦恼妄想，没有嗔恨执着。所有往生此处的众生，皆是清净修行的上等法器，身心安稳，道心坚固，日日精进，步步觉悟，念念向善，时时向道。很多修行多年的同修都会有一个疑惑：三界之外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究竟圆满无上，为何从古至今无数高僧大德大修行人偏偏毕生发愿，一心求生兜率内院，而不是往生西方？答案就藏在兜率净土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殊胜优势之中。第一，兜率净土离我们娑婆世界最近，因缘最深，最容易往生，最适合末法众生修行。相比于遥远殊胜、需要深厚善根、清净定力方能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兜率天与人间因缘最深，距离最近，羁绊最切，接引最广。末法时代众生业障深重，杂念繁多，定力不足，烦恼厚重，很难一心清净专精念佛往生原土极乐。但兜率净土最为慈悲包容，最为贴近众生。只要我们诚心持戒行善，一心系念弥勒菩萨，至心发愿往生，无需高深禅定，无需圆满功德，无需清净无漏，只需一念真诚，一念向善，一念回向，便能蒙弥勒菩萨慈悲接引，安稳往生内院净土。这是末法众生最稳妥、最便捷的修行归途。第二，兜率内院是三界最安稳、永不退转的修行道场。往生此处的众生，日夜亲近弥勒菩萨亲闻无上正法，日日熏修精进，时时涵养道心，永不退转，永不堕落，永不迷茫，永不造业。无论自身根基深浅，过往业力轻重，修行时间长短，只要升到兜率内院，便能脱离六道轮回的束缚，
安稳修行，积累功德，圆满道业，再也不会堕入三恶道，再也不会遭遇苦难迷茫，再也不会流转生死苦海。第三，也是最动人最慈悲的一点，兜率内院的所有众生皆发菩提大愿，不为独自安乐，不为逃避苦难，只为未来度化众生。佛经明确记载，56亿7千万年后，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内院下生人间，示现成佛，开启盛大的龙华三会，广度无量娑婆，苦难众生救度迷情，安稳世间所有往生兜率内院的修行人。届时都会跟随弥勒菩萨一同下生人间，身处世间不恋净土，随缘度众，参与龙华三会，广度娑婆众生，圆满菩提大道，成就无上佛果。我们求生兜率，不是为了躲进净土，独享安乐，远离红尘，而是为了在清净道场积蓄力量，修行正法，圆满慈悲，未来重回人间，救度苦难，造福世间，成就大爱。这就是兜率天最伟大、最慈悲、最殊胜的意义。它不只是众生善业感召的享乐天堂，更是修行人精进的驿站，度生的港湾，觉悟的道场，成佛的阶梯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妨停下脚步，反观自心，对照人间，瞬间就能读懂佛经深藏的终极智慧，读懂兜率天给予我们普通人最珍贵的人生启示。我们人间绝大多数的痛苦、焦虑、烦恼、内耗、纠结、怨恨，归根结底，根源只有2个字：不知足。我们身处无常，世间福报微薄，寿命短暂，境遇有限，却偏偏沉迷无尽的欲望，执着得失荣辱，纠结爱恨取舍，追逐名利浮华，攀比他人境遇，永远想要更多，永远无法满足，永远心生缺憾，所以永远疲惫，永远痛苦，永远迷茫，永远内耗。而兜率天传承1000年的核心智慧，恰恰是与世人相反的2个字：知足。兜率天人拥有无尽的福报，极致的美好，漫长的寿命，圆满的境遇，无忧的生活，却懂得适可而止，懂得知足常乐，懂得不贪不执，懂得随缘自在。他们拥有世间最好的一切，却不沉迷一切，不执着一切，不贪恋一切，享受福报却不被福报束缚，拥有快乐却不被快乐迷惑，身处五欲却不染，五欲身处天堂却不恋天堂。反观我们人间，福报微薄，时光短暂，世事无常，人生多苦，我们却偏偏执念深重，贪心不止，攀比不休，焦虑不断，没有的东西拼命追逐，日夜渴求，拥有的东西不懂珍惜，肆意挥霍，得到后心生厌倦，贪求更多，失去后追悔莫及，心生怨恨，一辈子都在欲望里挣扎，在得失里内耗，在执念里痛苦，在攀比中沉沦。兜率天的生活境界，其实就是在直白地告诉我们一个朴素却顶级的人生真理：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、多少福报、多少境遇，而是放下多少执念、多少贪心、多少欲望。真正的安乐从来不是极致的物质享乐、外在圆满，而是内心的知足、清净、安宁与通透。很多人误解修行，认为修行就要断绝所有欲望，摒弃所有生活，压抑所有本心，这是极端错误的认知。兜率天的存在恰恰印证了欲望本身没有错，适度的欲望是生活的动力，是修行的根基，是前进的力量，是向善牵引。但过度的、无度的、贪婪的欲望才是痛苦的根源，轮回的枷锁，烦恼的源头，堕落的开端。兜率天人保留了最细微、最清净、最适度的欲望，维系生命存续，享受清净福报，却能守住本心的清明与安宁，不贪不执，不迷不沉。这就是最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生活智慧、修行智慧。同时，兜率天的内外2愿也完美诠释了普通人与修行人的2种人生境界、2种生命追求、2种终极归宿。兜率外愿是世间凡人穷尽一生追求的福报境界，衣食无忧，身心安乐，
无灾无难，自在逍遥，境遇圆满，无忧无虑。这是所有人最朴素、最本能的人生。追求是善业对应的圆满果报，却依旧是无常的、不究竟的。而兜率内院是智者修行人毕生追求的解脱境界。亲近正法，精进修行，破除执念，涵养慈悲，觉悟真理，慈悲度生，不恋世间安乐，不贪外在福报，不求个人享受，只求圆满道业，救度众生。这是超越轮回、恒常不变的终极归宿。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这两种境界之间不断徘徊，不断抉择，不断摇摆。普通人执着外院式的世俗享乐，沉迷眼前的美好，追逐短暂的福报，执着当下的圆满，最终难逃世事无常，轮回流转，福报耗尽，依旧要承受苦难。真正的修行人看淡外院的浮华安乐，向往内院的清净修行，不沉迷享乐，不执着得失，不纠结成败，在平凡烟火中坚守本心，在琐碎生活中精进修行，在无常世间中坚守菩提，最终收获永恒的解脱与安乐。很多人时常抱怨人间疾苦，害怕生活磨难，吐槽命运坎坷，不满世事不公。但看完兜率天的完整真相，我们就能彻底释怀，彻底觉悟，人间的苦从来不是上天的惩罚，恰恰是我们修行的契机，觉悟的机缘，积累福报，破除执念的最佳根基。兜率外院的天人身处极致安乐、恒久圆满的环境中，无苦可受，无难可遇，无错可经，恰恰很难生出出离心、精进心、感恩心、慈悲心。长久的安逸会消磨道心，淡化觉悟，让人安于现状，懈怠修行，大多只能安稳享福，虚度福报，很难突破轮回桎梏，圆满无上菩提。而我们人间苦乐参半，世事无常，得失相伴，祸福相依，起落交替，恰恰能让我们心生敬畏，懂得珍惜，愿意反省，主动修行，渴望解脱。吃过苦才知道安乐的珍贵，经历无常才懂得坚守本心的重要，遭遇磨难才明白精进向善的意义。苦难不是折磨，而是唤醒迷茫本心的良药；坎坷不是惩罚，而是磨砺心性，圆满德行的修行。无常不是遗憾，而是让人放下执念，精进向善的机缘。正是因为人间有苦、有累、有难、有无常，我们才会主动修行，主动觉悟，主动向善，才有脱离轮回、成就佛果的可能。兜率天的极致美好，从来不是让我们心生羡慕、贪恋享乐、向往逃避，而是让我们看清最真实的生命真相。一切福报皆由往昔善业积累而来，一切安乐皆由内心知足清净而生，一切解脱皆由日日精进修行而得，一切痛苦皆由贪心执念愚昧而起。我们今生的每一次行善，每一次包容，每一次知足，每一次放下，每一次精进，每一次宽恕，每一次利他，都是在为自己积攒去往清净净土的珍贵资粮，都是在升华自己的生命境界，圆满自己的菩提道业。反之，我们每一次的贪心、执着、嗔恨、浮躁、懈怠、嫉妒、自私、抱怨，都是在束缚自己的清净本心，消耗自己的现有福报，加重自己的无明业力，让自己沉沦轮回苦海。其实兜率天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，它不在遥不可及的天外虚空，不在浩瀚无边的三界顶端，而在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之中，日常之间，内心知足清净安然，常怀欢喜，常存慈悲，日日精进向善利他，当下便是兜率境界，人间净土。内心贪执浮躁不安，嗔恨嫉妒，迷茫懈怠，自私狭隘，纠结得失，当下便是轮回苦海，烦恼道场。若我们能在人间烟火里守住一份知足之心，在得失起伏中保持一份清净本心，在琐碎生活中坚持行善修行，在无常世间中坚守慈悲善意，当下的人间生活便是清净圆满的兜率净土，当下的本心本性便是自在解脱的圆满。天堂修行从来不是脱离生活遁入深山，
远离红尘，而是身在红尘，心离红尘，身处世间，心守净土。我们无需刻意追逐天外天堂，只需修好当下本心，守好当下善行，活好当下人生，便是最圆满的修行，最究竟的归宿。读到最后，相信你已经真正读懂了兜率天的完整真相，读懂了天人清净自在的生活境界，也读懂了佛经藏千年度化众生的核心智慧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知足，常守欢喜，精进向善，破除执念，涵养慈悲，坚守本心，不贪世俗浮华，不惧人间苦难，不恋眼前安乐，不忧世事无常，在平凡生活中潜心修行，在无常世间中静心觉悟，未来皆能蒙菩萨接引，往生兜率净土倾听，弥勒正法圆满菩提大道，成就无上佛果。如果这段佛法智慧触动了你的内心，化解了你的焦虑，点亮了你的本心，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与心得，和同频的家人一起交流修行感悟，传递清净智慧，共修向善之心。喜欢本期内容，记得点赞收藏，转发分享，让更多迷茫的人读懂天堂的真相，收获内心的安宁，习得人生的智慧，找到修行的方向。持续关注我，下期我们继续探索浩瀚佛法奥义，拆解古老又治愈的生命智慧，陪你在红尘中修行，在生活中觉悟。